清楚吗？小厨房。哎呀，清楚，你是紧张吗？欢迎来到小紧张。欢迎来到加盟小厨房，我是老蒙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黄焖鸡米饭。不太一样的呢，是我们今天的黄焖鸡米饭不用开火，全程呢用空气炸锅和电压力锅就可以完成。还有一点不一样的是，我今天这道菜其实从来没有做过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做。我第一次试菜呢，就给大家拍了这个素材。如果我一次就能做得特别好，我就会成为神一样的美食 UP 主。那如果你要是拍失败了呢？那我就是神一样的娱乐 UP 主。黄焖鸡米饭，所以我们要先准备的是什么呢？对，就是黄。差不多1汤匙左右的海鲜酱，1汤匙左右的酱油，差不多1汤匙左右的大酱，韩国超市买的这种大酱，出来的效果会更好一点。半杯的黄酒，然后把它干了，并没有倒进去。这样呢，鲜和咸还有这个颜色呢，基本上就都齐了，放到一边。鸡腿肉，咱们切个块大一点。1块鸡腿肉差不多能切6块吧。我们今天用4大片。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经验，就是你可以像我这样坐着做饭，比较省腰，但是有点费脖子。然后这时候我们把这个板拿起来，有一张纸可以用来擦擦手。小妙招，腌料对吧？黄拿来，把鸡跟黄放在一起，就是我们今天的黄焖鸡，完事儿了是吧？真假的？我天，你居然问我真的假的？对呀。我能悔婚吗？行，就让它腌上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这道菜的配菜，4个这么大的土豆，反正就你吃多少放多少就行了，你不用管我放多少。人家不是得知道你这个比例吗？468克土豆，多1克也不行，少1克也不行。你这是做美食 vlog 还是做美食吐槽大会呢？美食吐 vlog。我们把它扔到空气炸锅里面。现在这个状态也可以啊，但是你想让它表面烤的效果更加的焦脆呢，你就喷一点这种植物油。我们用的是菜籽油，400华氏度，大约是200摄氏度，来23分钟。如果你不放心，你中间可以把它拿出来摇一摇，就是摇它，不要摇自己啊。辣椒我们今天用3颗，先把这2颗小的切了。这么大块儿？对呀，洋葱要不咱也切块得了。行了，接下来准备一口上好的电压力锅，上好牌的电压力锅，腌好的鸡肉扔下去，然后把盖子一盖，盖上盖儿之后呢，我们给它高压，正好是压15分钟。好，现在就开始了。气压上来了就会倒计时，15分钟过去之后会提醒我们。我们这会儿呢再干点别的去。刚才我们甩了一个辣椒，把它切成稍微细一点的细丝儿。一会儿空气炸锅烤完土豆呢，我们用空气炸锅再来烤一烤这个辣椒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黄焖鸡米饭里边的什么？饭？不对，是米。咱们用3/4杯的鸡汤来配这个1杯的米。我用的是这种米 ，Costco 自己的牌子 Kirkland 的一个牌子的印度米。这个米的特点呢是超级能吸水，然后做出来的米粒粒分明，特别适合用于炒饭。当当当，当当当当。4分钟就可以了。4分钟以后呢，我们再焖它10分钟就可以了。我们烤了21分钟，最后没有烤23分钟，觉得这效果已经可以了，就可以拿出来。大家烤的时候也可以这样，就是设定成23分钟，然后呢不时的拿出来看一看。我们现在空出来的空气炸锅呢，可以把刚才切好的那个青椒给它再撒进去。370华氏度，也就是188摄氏度，我们用这个温度呢，给它来5分钟就差不多了。
4分钟倒计时已经结束了，不用管它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再等上10分钟，焖它10分钟啊，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哦耶！刚才烤了5分钟的青椒，哇，好香啊！必须呀，颜色让它深一点。太香，香吗？确实香。你喜欢吃鸡肉还是土豆？鸡肉。如果我再做一次的话，可能米里我就不会泡那么多鸡汤，或者是甚至可以不放鸡汤试一试。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软硬程度，好香。老家吃更好，就完全没有负担，就米线已经特别软了。让我尝一口。行，行，好，给我不要土豆，谢谢，我要肉。好，这是我这一口是吧？对的。你看，还得结婚，不能靠子女，是子女就只能给你土豆。好吃，好吃。虽然用的时间很长，但实际上我们动手操作的部分很少，所以我负责任的说，这是一个非常省事的菜。肉。那我这也没肉了呀，咱就住着家庭条件怎么办？咦，我吃到肉了。你住着家庭条件怎么办？我也得长身体啊。要支持鸡肉。你不着急，你有是时间长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这个。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呵。